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龙帆市郊区不停河附近，距市区有1小时左右的车程。就在不久前，确认是刘斌吗？确认了。发现一具男尸。现场围观群众太多了，马上疏散。领导，过去帮忙。是。正好我有事跟你说一下。去那边说。走走走。口鼻腔有蕈状泡沫，眼睑有出血点，支架子轻，窒息特征明显。口腔和颈部未见损伤，胸腹腔有膨隆，口鼻内可见泥沙。从尸表检验上来看，溺死特征明显，符合生前入水、溺水死亡，不是死后抛尸入水。这个人是不是畏罪自杀了？哎，你干什么的？请出去。我是法医，这个女孩的直播我看过，说是被生父侵犯，现在嫌疑犯溺水而亡，还是生前入水，我的推断很合理啊。是法医也不行，这是你的辖区吗？这是你的案子吗？你怎么知道不是？如果是呢？那你是？我是新来报道的法医，随时可以开始工作。叫我黄汉就行。黄汉，瞎推断什么呀？干好你的工作，这不是你的活。哦，这又是谁啊？彪哥，你怎么来了？我师傅张彪。我在河对岸发现了他的出租车，他将个人物品都在车里，没有被偷盗的真相，所以排除了因财借杀的可能性。溺死多见于意外和自杀，罕见于他杀，有没有可能是意外溺死呢？打捞的同事说，这一片区域水下基本上都是水草，一旦被缠上，凶多吉少。前几年就有2个人在这里夜游溺死了。意外溺死的可能性并不大。刘斌穿戴整齐，很显然并不是下河游泳。要说是他杀的话，那就是凶手推他下河，那也不一定会被淹死。这个凶手未免也太蠢了。除非我们在现场可以找到第三者的痕迹，否则，我觉得有另外一种可能。你就是秦明啊？老陈很欣赏你，说说你的推论。寻死自杀，很有可能是被水草缠住之后溺毙的。但我问过打捞队同事，他们当时过于专注，一心想着把尸体给运上来，不记得身上是否有水草缠着。我觉得秦明说的对，受父性侵案搞这么大，一般人很难承受这种程度的网络舆论压力吧。刘斌坐过牢，积极参与过劳动改造，有回归社会好好生活的愿望，所以我觉得吧，他不是那种被人说2句就要寻死的男人。这死亡方式，无论是自杀、他杀还是意外，我们尸检台上见的。目前情况怎么样？车上的行车记录仪不见了。对了，报案的那个老头说他天天来这钓鱼，根本就没看见过那刘斌。那要这么说的话，刘斌来到这片区域就属于一个偶然突发性事件。所以有可能嫌疑人是以乘客的身份让刘斌带到此处，再行凶，行凶之后顺便带走了记录他身份的行车记录仪。调取全市所有的监控，锁定刘斌的出租车，不能放过任何能查找到嫌疑人的细节。收到。另外，信管部门发来信息，刘丽丽直播自杀时发评论带节奏的小马甲，我们已经锁定了注册用户的手机号。太好了，你跟老赵一起去。哎，走吧。哎呀，回来了啊！主任啊，你们2个去现场了啊？行，人都到齐了。那咱们就互相介绍一下，认识一下。
另外呢，还要了解一下咱们这个部门的职责以及发展的方向，算是一个早会吧。那恭喜主任啊，终于不用再对着我一个人训话了啊。好，那我有事先走，你们忙你们的。那我们大家先了解一下吧。既然要熟悉，就在解剖台上熟悉吧，干的就是这行。我同意。案件资料大家都看过了吧？开始吧。我叫黄花，安然。逝者安息，生者愤然。内脏有淤血症状，左右心脏内心血颜色不一致，肺水肿有粘发感。溺死死者吸入大量液体，肺泡内充满液体，用手揉搓，感觉就像是在揉搓一缕头发，这种情况就叫做粘发感。再加上肺叶间的肺泡破裂而形成的片状出血，即为溺死斑，是因为溺死而产生的脏器改变的重要特征。在他的出租车内发现了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刘斌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病史，很显然，他并不是死于冠心病。气管内有泥沙、水草。环环，提取死者肺、肝、肾内的硅藻样物，与现场水样硅藻做对比。明白。胃内有大量的溺液，水从死者口鼻灌入死者体内，未充盈。经过微波消解、真空吸附过后，发现死者脏器内有硅藻成分，与现场水样硅藻一致，可以判定他是在河里溺亡的。问题是，他是怎么溺亡的？颈部和枕部有皮下出血情况，一般这种部位受伤不会造成受害人昏迷，通常只有头部损伤才会昏迷，或者是神经元性休克。头皮上有尸斑掩盖，所以没有办法辨别有没有受伤。头部、枕部有皮内出血，属于轻微损伤，但不太可能致晕。我认为神经性休克的可能性更大。会阴部有细微变色，但是不明显。看到了，通过酒精的挥发使皮肤水分丢失，皮肤变薄，看到损伤。睾丸有损伤，有出血，有生活反应，是生前损伤。也就是说，死者是被一个表面光滑、质地柔韧的物体攻击了会阴部，导致暂时性休克。比如说，徒手伤，有人用拳脚攻击了死者的会阴部。会阴部神经丰富，一旦受击，容易导致心率变慢、血压降低，从而突发性晕厥。严重的甚至可以导致意致死。不过这是极小概率事件，但这也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死者是以无意识的状态入水的。对，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性。现在提取死者的心脏做病理学检验。如果像你们所怀疑的受负心经真实存在的话，那么最恨刘斌的人就是刘丽丽，没错吧？性侵的真实性没有证据佐证，一切以此为推论的想法都是谬论。那两处出血和刘斌的死亡没有直接的关系，缺乏想象力。什么？死者头皮出现皮下出血，阴囊有肿胀，这些都是受外力攻击导致。皮下出血的特征呢，其实并不明显。你们看这两处，其实这并不是尸斑，原因是这两处的出血形成与刘斌的死亡时间相对来说比较接近。皮下出血的转轨过程是有固定时间的，起初不会在皮肤表面上呈现，最终会在皮肤上呈现。开始是紫色，随着出血逐渐被吸收，含铁血黄素的形成，
皮下出血可能会变成青紫色、青色、黄绿色，甚至是黄褐色。厉害啊！继续。我们现在可以基本断定刘斌的死因是溺死，但奇怪的是，他的双手并没有抓握泥沙或者水草这样的求生反应，所以可以推断他是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入水的。死者遇袭后有可能出现神经抑制的情况下溺毙，所以基本可以断定刘斌是被人攻击后然后掉入水中死亡的。难道是他杀？刘斌遭有袭击后，体力不支落水身亡，心脏病发落水身亡，失足落水身亡，甚至是落水后瞬间昏迷。哪一条证据能证明死者一定是被行凶者扔进河内的？不能证明，就不能确定这是一桩谋杀案。我们唯一能证明的，就是刘斌在落水前遭遇过不法侵害，没错吧？大胆推测，小心求证，要不然就只能看到表象。表象对案件的帮助并不大。作为法医，只能提出有证据佐证的观点，先入为主是法医的大敌。胃部的情况如何？胃内容充盈，石密刚推进到12指肠，所以刘斌应该是在进食2小时之内遇害的。胃里面没有酒精成分。王安，哎，准备一下，把组织样本送到毒物检验部门去化验。好嘞，师傅。彪哥就是这样，直来直去的，你别介意。你有没有注意到死者受伤的部位？右枕部还有右颈部，都是右侧。秦明，你和黄安先进去吧，我跟彪哥说几句话。彪哥，你知道谁坐在里边？你是想跟我说李强在里边是吧？你知道啊？那他知道你来了吗？我们部门好像不归他管。这2位是省厅调过来的新同事，和我们建立了新的法医小组。这位是张彪，彪哥；那位是环环。鼓什么掌啊？案子破了吗？看戏呢？我们开始吧。李队，毒物化验2天后出结果，死者心脏病理学检测报告明天可以出。刘斌的手机正在打捞当中，打捞队的同事说了，就算不吃不睡，也要尽快找到。买点吃的给大伙送过去。小马甲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主播平台的用户账号是要通过实名注册的。我们锁定了购卡人的身份信息，对方是一个外卖员。刘姐啊，你有没有注册过一个叫小马甲的直播账号？某啊，某啊。那你注册过一个尾号是6435的手机号吗？真没有啊，也没有啊。哦，对，我1个月前身份证丢了，我这每天东奔西跑的赶时间，这脑袋里面啊就想着客人的订单。哎，2位警官，是不是有人拿我身份证干坏事了？本月24日早上9点到9点半，你在哪儿啊？24号9点，啊，就在这儿。再仔细想想。哎呀，错不了。我跟你说啊，那天早上客人临时把订单取消了，这老板啊就把面送我吃了，要不然我哪有时间吃早餐啊？这老板可以给我作证的。当时有用手机看直播吗？我哪有时间看直播呀？等订单还来不及呢。你好，23号订单好了。哎，好，谢谢啊，警官。经过我查证了，没事，我着急送外卖。他在1个月前丢失过身份证，而且本人和刘丽丽并没有任何的交集。在刘丽丽直播时，他也没有使用过手机，在他的手机和电脑上也没有找到主播平台的相关记录，所以基本上可以将此人排除嫌疑。至于小马甲所用的手机，我们最后定位到手机出现的位置是在华东商业区的一个垃圾桶里。
这一批垃圾呢，已经被运到了垃圾处理站，并且被碾碎焚烧了。也就是说，有人用他人的身份证注册了小马甲，然后在刘丽丽的直播间里带节奏，并且销毁了证据。对的。他在刘丽丽的直播中针对刘丽丽父女，说明这家伙是有备而来的。死者在昏迷的情况下溺毙，而且生前曾被人殴打过。行凶者攻击了刘斌的下体、右枕部和右颈部，除非他是在后面攻击的刘斌，否则这个嫌疑人就是左撇子。刚才怎么没有说？如果你再能多待1分钟的话，应该就能知道。不用解释，有的人就是不听别人说话，还要问别人原因。要补充吗？刘斌遇害死亡和刘丽丽直播自杀是同一天，时间这么巧，我是怀疑这2件事情可能存在什么样的联系。此案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是他杀，但是疑点重重。从法医尸体检查鉴定书上来看，死者入水死亡前曾遭受过殴打，所以此案我们开始立案侦查。李队，刘丽丽马上来认尸了。好，散会。师傅啊，他好有气场哦，连你都不敢说话。老万，我告诉你啊，做女人就应该有做女人的样子。像这种女人，娶了也得离。我就有女人的样子。经过尸检，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刘斌落水前遭遇了非法对待。丽丽，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不管怎么样，他毕竟是你父亲。我希望你可以帮助我们，帮助你父亲，抓到真正的凶手。对不起，对不起啊，是我们太急了，你们好好休息一下，对不起。我爸没有碰过我，我有男朋友，对不起。丽丽。经过我们调查，你父亲刘斌有可能是被人谋杀。你的证词对我们非常重要，我希望你对我们不要再有隐瞒，告诉我们事情的真相。刘斌到底有没有侵犯过你？没有，我爸从来没有碰过我。那你上次去医院做检查时，那天我和我男朋友在酒店开了钟点房，当天晚上我就回宿舍了。回去之后，我换了好几片卫生巾，都止不住血，我害怕了。后来还好有小雨老师把我送进医院。上次我们上门询问，你为什么不直接和我们说清楚？我恨我爸，更怕他。如果让他知道我和我男朋友做了那种事情，他肯定会把我关起来。我甚至不敢让他知道我有男朋友。你父亲回来以后，对你的生活是不是影响挺大的？嗯。从他回来的第一天开始，我们一家人都在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可实际上，一切都变了。妈，我回来了。回来了。丽丽，你爸他刚回来。哦，你看，爸给你拿什么了？这是你小时候最喜欢的小熊熊。我
我早就不玩玩具熊了。我今年16岁。对对对，咱们长大了，不玩了不玩了。那个，爸找到了新工作，开出租车。以后你上下学，我就可以去接你了。不用了，爸，我早就习惯了。丽丽，爸以前陪你少，从今天开始，爸争取每天都陪你啊。丽丽，丽丽，拿这个，爸忘了，每天要喝牛奶。班上有几个同学知道我爸坐过牢，记着了没有？那段时间，谢谢爸。我成了班里议论的焦点，每天要喝啊。没有人愿意和我说话，他们都躲着我。我爸的过去对我的影响超乎想象，我的成绩也一落千丈，尤其是在高3后半学年的一次家长会后。你说那个刘丽丽的爸爸坐过牢？去年刚出来，他成绩要挺厉害的。一个劳改犯能教育什么好孩子？你给我离他远点啊！你妈说的对啊，爸，就必须跟他保持距离。爸，说什么呢？你，我就是刘丽丽她爸爸，这就刘丽丽。我告诉你们啊，我确实是坐过牢，但是刘丽丽可是个好孩子，听懂了吗？好什么呀？都吓着孩子了。我们也没说什么呀。算了吧。我告诉你们啊，如果以后再说这乱七八糟的，别怪我不客气。哎，你给我站住！别说了，你个劳改犯，咱惹他干嘛？从那之后，我爸对我就更严厉了。你自己说，为什么考得这么差？我没发挥好，老师说了，我比上次还高出10多分呢。你就多出几十分，你也考不上清北大学。爸以前蹲监狱就是因为没文化，别人说啥就是啥，所以你必须要考上清北大学，你要成为咱们刘家的骄傲。那万一就是考不上呢？考不上就继续考，直到考上算。再来，我今天不出摊啊，坐这儿，我陪你去，把书包打开。后来，他对我的要求越来越高，连休息一会儿都不让。一旦被他发现，他就会惩罚我，打我，骂我，就好像我永远是那个长不大的孩子，而我妈，她什么都帮不了我。孩子都17、18了，你还让他罚跪，这一跪都2个多小时了，你就让他歇会儿吧。让他长大跟你一样，就这几年我不在家，你看你给他惯成什么样了？该干啥干啥去。我真的不明白，我爸到底是爱我，还是恨我？我也不明白，我到底为什么要活着？从那时候，我就开始自虐。所以，你伪造大学录取通知书，也是因为你父亲。我不敢让他失望，我害怕，胆战心惊的度过高3。不出所料，高考我考砸了，龙帆市的职业技工学校，连本科都不是。后来，我找人伪造了清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天，是我印象里我爸回来之后，我们一家人唯一快乐的一天。他们一点怀疑都没有，尤其是我爸，就好像考上清北大学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后来呢？后来，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开始了。我男朋友高考失败之后，背着他妈玩起了乐队。在龙帆市的地下乐队圈闯出了好一番名堂，
我上了大学之后，经常翘课去看他演出，我们的感情越来越好。我终于可以自由地逛街、化妆，尽情地谈恋爱。他还鼓励我做直播，在网上分享自己的生活。他和很多男生都不一样，他是真的希望我快乐。那段自由的日子，让我对世界的看法全变了。原来，人生可以这么美好，这么有趣。直到你父亲发现你欺骗了他。爱你们，谢谢。我有点事儿，我先下了。整天不顾正业的东西！放开！我告诉你啊，没我同意，你一辈子不能离开这个屋。爸，你要干什么？爸，我是你爸，我对你做什么都是理所应当的。你给我站起来，站起来！他关了我1个星期，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他都不放我出门。我实在忍不了了，我不明白，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在那个家里，我只会逐渐的发愁、腐烂。我恨他们，我恨我爸的暴力控制，恨我妈的舒适无度。但我直播自杀，只是想让网络舆论给我爸施加压力。我没有想过这样害死他。如果我爸还在监狱里就好了，这样他就不会死，我也不会变得这么痛苦。那你有没有想过，正面的和你爸聊聊自己的想法？没有人能改变他的看法。一路都活在偏见之下，刘丽丽真是个可怜又敏感的孩子。那个在直播间里乱喷的小马甲，其实就是利用了网友对刘斌坐过牢的偏见，将舆论推向了受父性侵的方向。我们也被误导了，尤其是在陈平的指认之下。李队调查过陈平，他确实没有嫌疑。他对刘斌有着深深的恶意，将他所有的行为都罪恶化了。这又能怪谁呢？是啊，这又能怪谁呢？停。人脸识别的话，能够找到这个人吗？问题不大，需要些时间。行，麻烦帮我打印一下。好的。费尽千辛万苦，大海里还真捞出了这。所以刘斌手机找到了。恢复手机内容呢，需要一段时间。指纹呢，今天晚上就可以出来。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刘斌出租车上的乘客身份信息已经查明了。徐江，38岁，无业。从个人记录上来看，和陈平、刘斌并没有交集。这好说，请他到局里来坐坐。是。
们小的时候最喜欢的小熊熊。我早就不玩玩具熊了。丽丽，什么事？你爸走了，我想，我们还像以前那样，我搬回来，我不用了。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把我丢了，现在还回来干嘛？我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可你爸已经走了。其实，这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种解脱，至少可以踏实过日子了呀，是吧？他毕竟是我爸，人都死了，你还要说这种话？你走吧，我说过，我不需要他。我现在告诉你，我也不需要你。我还有些东西在柜子里，那我就不帮你收了。收拾完，你就走。保安，你帮我倒杯咖啡。OK。秦明老师，我能不能借点热水啊？谢谢。以后叫我秦明就行。秦明，那个巨人观的卷宗我看过了，抽丝剥茧，关键证据一个都没漏，你太厉害了。师傅，咖啡好了。请。欢欢啊，我还是喝茶吧。哦。咦，安然老师好。别这么客气，叫我安然就可以了。清明，我们领导说啊，彪哥的容貌复原技术在全国可是排得上名次的。都在啊，请各位来我们刑侦这边做个线索汇总。哎，对了，以后如果想喝咖啡的话，随时用。安然，我有一个疑惑，是不是好的法医都那么有个性啊？我觉得我也得改变一下了吧。你不用改变啊，我觉得你这样挺可爱的。走吧，去做线索汇总。欢。哦，你好。你好，我叫林涛，你还记得我吗？我当然记得了，这么帅小哥哥怎么会忘呢？我帅吗？当然帅了，但你在我心里呢，只能排第3。第1是我师傅，第2是秦明，你是第3位，很不错了，特别棒。我没彪哥帅，没秦明帅。关于刘斌的尸检报告，还有陈平、刘丽丽母女的口供，大家有什么想法？其实我还挺同情刘丽丽的。一个借爱之名行控制欲的父亲，这些年刘丽丽应该过得很痛苦吧？刘丽丽至少还没有死，在监狱之前收起你们的怜悯心。关于嫌疑人，我建议用排除法，
首先可以排除的是刘丽丽，一个宁愿伤害自己也不敢直面自己父亲的人。我觉得父亲对他来说就好像是一个怪物，他害怕刘斌，不敢面对刘斌。逃离失败之后呢，想要摆脱刘斌，那只能想到其他的办法，比如杀人。牵了线的木偶是谁在控制？明灭恍惚的烛火在责问我，恐惧像无尽深渊，藏匿着什么？颠倒了爱与恶，被遗忘的故事，封尘的日子，时光像是琥珀。在等待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茧，爱怎么会无解？残酷的真相在转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力？模糊了爱与恨的边缘。And this love doesn't always move in a straight line. One day we hate each other, but the next we're doing fine. And the cruel truth, in the blink of an eye, for you to move on, gotta leave me here behind with these memories, memories golden like a treasury. Wish that we could blow a time out like a referee, but we can't. I know we had a plan, supposed to be together forever, but in the end. But in the end, 前进的航线是谁在控制？已经模糊的曲直在追问我，这生锈的钥匙锁上了什么？看不清爱与恨，对与错的共识，回忆无休止。时光像是琥珀，在当地